什么？全台唯一的寿司吃到饱美登利寿司，开场当然要用生食级干贝漱漱口啦！口感如同奶油绵密的海胆军舰，油脂丰富饱满的大腹双拼，刺身中腹大腹来肠尾鱼大乱斗，章鱼、松叶蟹、鳍边肉、翅贝、海螺、赤虾、青干、红干、蒸鲷，还有多种炙烧风味，也不要错过！更有熟食区多种烤物炸物，酥脆饱满的海中牛奶、炸牡蛎，看看这肥美多汁饱满的板栗贝、尾鱼大腹、干贝、海胆，让你一次吃个爽！就是这个人潮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呢？我们来到拉拉透北馆绿色那一栋哦。要吃的就是我们晋级非常热烈的美丽登寿司吃到饱。我们改版完之后2个礼拜，4月22终于订到位啦。看一下后面满满的人潮，哇，实在是非常可怕。好，今天呢，因为我们比较慢来，我特别研究了我们如何点餐的全攻略。那么我们就开吃吧 ，Let's go！ 回来啊！记得每10周更新，订阅不错哦。我们开动啦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用餐的一个规定哦。它首先呢，我们进场之后，它就开始起算，有80分钟可以点餐，那最后用餐时间的结束时间是90分钟。那这里点餐的方式是用平板点餐。那今天我们是2个人来，1个人最多点5样，那2个人最多就是10样。选完10样东西送出之后呢，你就暂时不能点餐了，要等到菜全部上齐之后呢，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轮的点餐。那么我们点完餐之后呢，好，它的招待盘就上了哦。它今天的招待盘是鲔鱼泥跟我们陈曼先生刚刚去拿了，这是它的热食区的这个炸物等等的。那我们待会就等它上菜吧。首先我们来品尝它的招待盘，这是一个纯的鲔鱼泥加上葱花。那我个人喜欢沾点酱油做品尝。它这个鲔鱼泥口感非常滑顺，而且它其实里头应该有用一点点的洋葱泥，加上一点酸香味的调味料去做调配。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，因为我喜欢这种蒜香的风味。作为迎宾盘，我是比较喜欢它改版前的那个状态的。首先，这是它的一品料理，里面呢是3种生鱼片、旗鱼、鲑鱼、鲔鱼，加上山药泥跟紫苏叶。那么这是我搭配生鱼片一起点的。那生鱼片还没上桌，我们就先用这个开吃吧。首先从旗鱼开始，沾一点酱油。旗鱼的口感蛮 Q 弹的，鲜甜味不错，不过带有点筋，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筋的口感，所以不太推。鲑鱼切得蛮厚的，挺肥美的。来。鲑鱼仍然表现的这个厚实度、甜度跟油脂的油香都非常的棒。当然，喜欢鲑鱼的一定必拿。生鱼片区的这个所有的品项哦，你只要有喜欢吃的品项，就不要点过寿司，直接吃肉，这样比较爽。你看这个清干生鱼片跟干贝，就是把它点好点满。来，首先要吃的是清干生鱼片，我自己个人很推啦。清干就是所谓的在日本通称的湿鱼。那我觉得它这个生鱼片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颜值很美，粉红色的带一点渐层感，这个一定非常的好吃。来一点特写。清干呢，它的胶质比较丰厚，那它也是属于
油脂肥美的这种红肉类，但比起鲑鱼呢，它比较清爽一点。我个人非常的推荐。那我觉得在这边必点的，肯定是它的反粒贝生鱼片，这就是所谓的生食级干贝。有多大颗呢？感受一下节瓜哦。我目前目测啦，它跟我们去 Costco 买的那种一盒哦，30-40颗的大小，大概是差不多，都是 S 级的大小。那这个东西完全是整颗给你的，开吃啦！看一下它的厚度，非常的肥厚哦。那首先第一颗，我就直接原味入口啦。再来一颗，沾一点酱油，提个鲜。这个甜度、鲜度真的是超级甜。不过我想要做一个小对比，因为它们的熟食区呢，也有个反粒贝。这个是带着裙边跟它的肝脏的反粒贝，那它是做一个稍微烤过的处理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，大小差非常多，但是美味程度到底有没有差呢？我们来试试看。我觉得两种反粒贝呢，美味程度都不相上下，当然大颗的甜度更是高，但是我个人两个我都会拿起来，都非常好吃，这个是很有层次，这个甜度非常高。再来呢，这是美丽登的招牌平城卷，它包含了鲑鱼卵、鲔鱼泥、青葱以及海胆，这是它唯二的海胆品项。好，我对海胆的这个风味非常的重视，我们就开吃喽。那个白饭不接着下一口，你该不会想留给我吧？我有这么过分吗？有，但我好好品尝，整个平城卷的风味其实都是海胆在主导的，所以几乎吃不太到鲑鱼卵跟鲔鱼泥的感受。那么它海胆的甜度跟这个绵密程度很像奶油，一含下去就化开，新鲜程度没有问题，而且没有我不喜欢的那种苦味跟米饭味。我建议可以吃海胆，但是平城卷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刚刚咬了一口。剩下一半呢，这边都还是白饭。我认为它的手卷系列给白饭给的太多了，会有一点占位。那后半段只剩海苔跟白饭，该怎么办呢？干贝搭一下，好不好？再来是它的海胆军舰啊，我个人吃寿司呢是徒手派。海胆味道非常浓郁，我建议原味直接吃就好。它的海胆品质还不错，入口像奶油一般化开，而且非常的鲜甜。可惜的是，它搭配了一小片小黄瓜。如果它可以整座都是海胆军舰，该有多好啊！是我吃到的不一样，我总觉得我这一块有一点苦味。我已经有点苦。今天是这个1180最重要的项目，叫做鲔鱼大腹跟炙烧鲔鱼大腹。那本来今天还想要点心满意本货了，不过他们今天又暂停提供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我只好怒点8个大腹啦，开吃。这个大腹呢，它的油脂量远远胜过鲑鱼，放到嘴中入口即化，绝对是比鲑鱼更好的选择，好不好？你把它点起来，点爆就对了。再来一个炙烧版本的，我们看到上面可能是黄芥末，那我就不沾酱了，直接品尝。炙烧版大腹呢，表面有增添了一些焦香，跟出现的这种肉的一些纤维的口感。那它一样是入口即化。那上面点缀的一个稍微微辣的黄芥末的味道，它的辣度蛮高的。那我个人更喜欢这种有层次的表现。赞。再来等待的过程，我们先来吃一下它的炸物区的牡蛎。它牡蛎也是非常大颗哦，这个应该是那种广岛生蚝的那种等级，炸完了之后还这么大颗。我们搭配一下塔塔酱。炸牡蛎呢，是我觉得今天炸物区里头唯一一个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个品项。它真的非常大颗，含下去非常多汁，多汁丰富又甜美。点起来，那是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爆，好不好？首先呢，我们先从章鱼开始吃。
你知道为什么会点章鱼吗？其实因为外面章鱼小丸子其实都不是章鱼，我们其实章鱼很难吃到，所以我特别点来吃吃看。那章鱼呢，它是一个富含嚼劲，而且味道很优雅的一个品相，所以沾一点点酱油，搭配那个海苔淡淡的香气，非常好吃。喜欢嚼劲的可以点来吃吃看。再来呢是它的翅背，翅背其实也是很少见的品相，来感受一下啊。翅背呢其实是一种红色的大蛤蟆，这样讲大家要知道啊，它的风味比较独特一点，口味比较重。那这个鲜味呢，如果你喜欢，就会点起来，它口感非常的爽脆，而且带一点点甜度，一样是有一点那种鲔鱼的那种血味，它俗称叫做血蛤啦，所以这个是它的特色，喜欢的点起来。再来呢，我想要品尝这个海螺，这也是不常见的品相。3、2、1来，海螺绝对是今天所有品相里面口感最爽脆的，咬下去啪哩啪哩啪哩的。喜欢这种口感的一定要点，但是它呢甜度没有像刚刚的这个翅背来的高，一个是口感，一个是甜度。再来呢是它的松叶蟹脚，这个是他们煮熟的处理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分量不错哦，也是一样沾点酱油。我建议呢，松叶蟹吃原味的就好，因为蟹肉的咸度其实蛮高的，就跟我们常常去吃buffet的那种一样，它的咸度偏高，那么它原味就非常好吃了，口感非常丝滑，还有那种一丝一丝的这个松叶的口感，很赞。那可以我吃蟹肉饭你吃吗？应该是反过来吧，我吃蟹肉你吃饭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会不好意思？接下来是它的鳍边肉。这个颜色比较偏白的，我想应该是蝶鱼，先开动啦。它是一个口味比较清淡的白肉鱼，对，还要沾点酱。在这盘来说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蝶鱼，它的脆、它的甜，还有它的油香，真的是100分，推荐，好吃啊！再跟大家讲一下小知识，我们有一种左比目鱼、右蝶鱼的一种说法，其实它们都是比目鱼科的。那美丽珍她自己在改吃到饱之前呢，她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鳍边肉是比目鱼，不过那个带有一点点粉红色。那今天的是蝶鱼版本，即便是这个版本，我也是非常喜欢，推荐给大家。接下来这是新芒握寿司，来，没有一本握，我们就吃这个低配版的。哎呀哎呀，开掉了，开掉了怎么办？开掉了，只能筷子扒了吧？只能用扒的啦，对不对？直接来哦，黄瓜丝搭配新鳗。比起鳗鱼呢，新鳗又是俗称血子鱼，它是另一种鳗类，它的口感比较细致滑嫩，脂肪含量没有鳗鱼这么的高。我觉得它的酱汁这种甜甜中带点咸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搭配，蛮好吃的。但是呢，我要吃一本握啊，我不要吃这种低配版的。但是黄瓜也有点多。黄瓜丝有一点影响口感了哦，跟海胆一样，把黄瓜拿掉补海胆就对啦。等待的期间，我们继续来填充一下这个炸物的这个炸虾呢。哦，它有2种版本，我们先来吃这个自己拿的版本。吃炸虾天妇罗怎么可以没有萝卜泥跟天妇罗酱嘞？你在做什么？因为我想说，塔塔酱百搭嘛。好，至少有酱，我原谅你。对，塔塔酱真的是百搭，不管是炸物或什么都可以搭。其实它的炸虾也是蛮好吃的，它的虾肉虽然是扎实，皮稍微有点厚，但是带一点点酥脆。你确定不是等一下跟一品的那道料理比一下？待会也会点一下一品料理的天妇罗。据说那一品的炸虾比较厉害。为什么来吃生鱼片吃到饱？你帮我拿了这个蔬菜类，是不是想害我？因为我看到有人推荐说节瓜很强。真的吗？所以特别拿的。然后另外是我想说，你有没有喜欢特别不同的风味？像烤山药，而且带皮的也是很少见。我个人蛮爱山药的，那就先从节瓜开始品尝了。节瓜烤得非常的适当，外表酥脆，里头多汁。这个节瓜表现真的是非常好。你知道我爱吃山药，我真的很感谢你记得这件事情。但是不要在这里拿给我，可恶！因为带皮的很少嘛。对啊，很少见。来感受一下啊。
个人非常好奇，它的鱼料跟饭大概是多重？哦，这是一个握寿司，29克。如果把鱼料拿掉，15克，大概一半一半，好不好？大家知道这个比例了哈。糟糕，我分不出来这个谁是谁呢？这边应该是真鲷、青干、红干、天使红虾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开吃了。继续从刚刚的青干好朋友红干开始。红干呢，口味比起青干清新淡雅一点，油脂比较没有那么丰富。而且我刚刚吃的这一颗有一点点筋在后面，你那边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非常的顺口。那么我们再来吃真鲷，这都是属于比较味道比较淡的白肉鱼，一样要沾点这个酱油来提味。真鲷呢，就是我们台语俗称的嘎啦，是我们古代台湾人最喜欢吃的3种鱼类的第3名。我刚吃起来呢，它的口感有点绵密滑顺，尾韵带一点点清甜。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这种花枝类的这种滑滑的口感，其实这个有一点像，我个人蛮推荐的这一道。再来是它的天使红虾，好，这个红虾的 size 呢，我觉得大概是第2个等级，不是那种最大的。好，开吃。天使红虾依然非常鲜甜，口感最够，不愧是我最喜欢的虾类之一。哎呀，又不小心点了青干，我今天蛮喜欢的一个新的粉圆，就是它青干，颜值非常的棒。再来一罐，好不好？青干，你的快乐好朋友。我们也帮大家研究了一下，其实来这边呢，除了刚刚手卷不推之外，另外一个细卷其实也不太推。因为细卷虽然跟军舰一样哦，它的那个肉跟饭的比例差不多，但是因为它一次就来6罐，它其实会一次吃太多。我喜欢品相多元一点的话，吃这个就很亏。今天吃的这个握寿司的醋饭呢，它的醋饭是有带一点点手的温度，所以有一点温温的感觉。那它的醋的调味没有很重，只有在舌尖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，属于不爱吃酸的也会爱的这个醋饭。但像蔡本先生，他就希望那个醋饭温度低一点，他比较喜欢那种凉凉的感觉。那这个大家就是依照自己的喜好来挑选啊。他们的自助吧呢，有刚刚看到有一个鳍边肉腌小黄瓜，整盘的哎。如果我喜欢吃鳍边肉，我们觉得你待会把那一盘给扫光好了。我比较难过的是，你看我们已经吃空了，连你这个魏小都还有时间去拿一下自助吧的东西。对啊，后面出餐比较慢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炙烧的关系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它控餐的感觉。但我觉得控餐感很重，就是它控在出餐，然后卡你点餐，我有一种严重的就是速度很慢的感觉。你看过了这么久才上来。鳍边肉、红喉、红虾、干贝。谢谢老板招待。今天尽量吃，美好哦，没吃饱不准走，好不好？感想呢？这些至少的感想呢？我吃，你要产出感想哦。我用闻的就可以了。好吃，一个好小啊，豆肉。开吃啊！先从炙烧干贝，好不好？这个握寿司的干贝呢，也是一样厚实哦，搭一点点鲑鱼卵。还有酱汁的，我们就开吃吧。鲜甜度真的是不在话下，鲑鱼卵那个包的口感，加上那个鱼卵里头的汁水，调味的非常的好，好吃。干贝就是要点爆它。那外面还有一层美乃滋的那个酱。哦，对，美乃滋烤了之后有一点点焦黄，那个香气也非常的棒，好吃。再来是天使红虾啦，炙烧版。但是它炙烧的没有很多，一点点而已。搭配的它是这个，应该是飞鱼卵。天使红虾呢，还是炙烧的版本最好吃。这种虾类甲壳经过那个高温火烤之后，会有一股非常棒的香气。烤虾、炸虾里头都有，真的非常好吃。点起来，接下来是我们没有吃过的鱼类，叫做红喉。有点散掉咯，小心！好，一口干。红喉呢，它也是一种油脂非常丰富的白肉鱼类。我第一次吃到，其实印象蛮深刻的。这个香气，油脂的香气，还有它炙烧过后的那个味道，非常的棒。我刚吃起来，这个
至少是4.5颗星。我期待待会跟这个旗边肉对决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开吃。旗边肉的油香更胜一筹，真的，这个甜跟油还是旗边肉来的厉害。但是因为红喉它带有一点鱼皮的这个香气，我觉得它们是不同层次的好吃。两个我觉得是5.5波，我觉得都可以必点。而且红喉其实在台湾非常的贵，它是隐藏在这个炙烧里面的唯一品项啊，大家一定要点来品尝看看。今天比较美味的品项呢，都是属于油脂丰富的这种鱼类，所以我建议啊，可以去它中间的那个台子拿几块柠檬，它还有这个腌萝卜，可以当做清口菜。大家在吃不同鱼种的时候，中间可以搭配一下，会更好吃。这个是它的烤物炸物区的后半段才出现的盐烤鲑鱼肚，哦，是每一块都是肚子肉哎，看这个油脂之油量，哇，太赞了！这个鲑鱼肚真的是超油啊，好不好？我是觉得今天吃太多这个高油脂的这个生鱼片，都是吃到这份有一点腻，真的，所以建议挤柠檬再继续吃。我们很少有机会吃到中腹大腹以上的，因为就算是最贵的buffet香而就，它也没有提供大腹吃到饱。那这一道呢，是从中腹、大腹还有炙烧中腹、大腹跟腹肉，我来挑选一个今天最喜欢吃的品项，开始从中腹开始吃啊。沾点酱油。接下来是什么？大腹。炙烧腹肉有佐一点美乃滋一起烤，炙烧中腹，炙烧大腹，果然呢，1分钱1分货，大腹跟炙烧大腹还是这5罐里头我个人最喜欢的。我有点糟糕，因为吃过了就回不去了。以后1罐100块这样吃，钱包君会有点受不了啊！哎呀，刚刚吃了一堆很油腻的东西，最后呢来点清爽一点的好不好？生食干贝跟乌尼作为今天的收尾啦，慢慢享受啦。来，苹果雪糕啊，日本进口的，也算是这边的特色啦。吃个冰棒，来结尾吧。又到结尾时间啦！今天要推荐给大家，我们今天吃了35到40罐左右，再加上一些熟食区的品项。第一推荐就是从它的生鱼片开始点。那生鱼片区当然最贵的品项就是干贝啦，如果你爱干贝，点爆啦，一次点10颗都没有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吃的是1180加1层的这个品项，那这个品项里头有5样限定的。如果你喜欢吃鲔鱼大腹海胆的，1180点起来，真的好吃。我们今天大概吃了10几个大腹有吧，非常的美味。但我觉得今天有点可惜啊，这个心满意本货呢，这个1180就5样限定，就少1样。这一件事情我其实不是很满意，而且它的开头招待盘也有调整，萎缩到只剩下一个鲔鱼。本来有5、6道菜，萎缩到剩下鲔鱼泥，我这一件事情有点不太开心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我觉得他们的东西，不知道是餐点比较不够还是怎样。像我们要点它的一品料理的那个天妇罗圣盒也是没有。对，开场的时候，其实我看到那个平板上面是有得点的，但是我们后半段想点的时候，他又说卖完了。这个在控这个料理的数量有一点不太稳定。不是你来每一道料理都吃得到，没错，可能只有好吃的什么鲔鱼大腹、中腹这种你一定吃得到而已。对，这真的有点可惜。那首选真的不推，它的白饭大概至少占了2/3以上。那如果喜欢吃海苔呢，你还有细卷跟军舰可以选择。那我建议是点军舰为主的品项，会比较省胃的空间。再来呢，从 CP 值这一点来讲，我们如果吃一样多的品项的话，我们在一般回转寿司店大概会点到1500块左右。那如果你去那种中高等级的这种日料或寿司店呢，可能会吃到3500。所以你说这1000出头的这个价格，我觉得 CP 值还是非常的高。但是呢，90分钟的限定呢，我会觉得吃的有点急促仓促，就是会觉得这个体验会有点差。我吃东西有种狼吞虎咽的感觉。
没有错，有一种好像时间快不够的感觉。没错，而且再加上它有一点点控餐，我的感觉是这样子。我是觉得它控餐到后面有点严重，像前面大概平均大概是5分钟就出餐，后面我觉得也拉长到接近10分钟才出餐的这样子。对，这真的有点可惜。吃起来真的有点赶。他们目前从改成吃到饱，好像大概2、3个礼拜了。他们中间就已经调整了很多菜色。我这边第一个 flag， 我觉得他目前的菜色供应呢，依照他的收费，我觉得他未来一定会再往下调。所以想要来体验的，尽快排队，很难订，可是订得到，现场排队排1个小时也有机会吃到。这个价位，这个体验绝对是 CP 值非常划算。我相信半年后再来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菜色。哎，这个人要结尾不结尾，一直吃冰，一直吃冰。大家记得每周5早上6点早起的鸟儿要把费吃啊。那结尾就交给你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是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